阿离，我与司礼礼在战场上共患难，一生情愫。我以军功求陛下赐婚，今夜你和他与我一同拜堂，成为我的妻子。新婚当夜，你出征3年，我苦等你2年，如今回来，开口跟我说的第一句话，却是要我与另一个女子与你一同成亲。李李和其他女子，我爱极了她。2年前大战匈奴，是她不顾生死救我。这2年患难相依，生死与共，我答应过她，此生定不负她。你不负她，那就负我。将军可还记得2年前你在我母亲面前立过什么样的誓言？那都是戏言，你应该忘了。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情爱，只觉得适合做夫人。直到我遇到你，我才觉得她才是我夜华想要伴其一生的人。司礼礼将军是我朝的第1女将，她甘心为妾？不是妾，是平妻。但她是我大梁第1女将，嫁入府内以军功以尊卑长幼，所以你要唤她一声姐姐。什么？叫她姐姐？将军是要我家姑娘做小？说论军功，那什么司将军哪里比得过我家姑娘？平儿，将军若要忘了，我也是武将侯府出身的女，我父亲和几个哥哥5年前战死在战场。那是他们，不是你。终究只是一个只适合养在闺阁和内府的娇贵女子，不上礼。这2年，我家姑娘为将军府操劳，打点一切，府内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开支，包括老夫人的用药，都是我家姑娘用嫁妆补贴的。将军怎可辜负我家姑娘，将外面的狐狸精带回府内？放肆！卑贱丫鬟，竟敢在将军面前胡言！我是一个卑贱丫鬟，但我上知礼义廉耻，也知背信弃义，是小人行径。我家姑娘守护将军府2年，如今换来只是将军的薄情寡义，为了一个狐狸精欺负我家姑娘。真是岂容你随意打骂！这一巴掌就当是我失信而已，不与你计较。无论如何，李李是一定要去的。你的意见并不重要，我只是出于尊重，这才尊重。若将军尊重我，就不会在我大婚之日让我与另一个女子一同嫁你为妻。若将军尊重我，就不会以军功论尊卑长幼，要我唤她一声姐姐。若将军尊重我，还违背当初答应我母亲的诺言。将军怎么不说话？我知道你委屈，但这桩婚事是陛下下旨赐婚的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否则就是抗旨。2年前，将军答应我安稳，此生只许我楚离一人。如今你背信弃诺，要纳他人为妻，倒成了我的不是。不是妾是平妻，与你不分大小。不分大小，为何要我唤她姐姐？不想再与你争辩。这件事情本来只需要知会我说，答不答应不重要。2年前若不是李李救我，哪能立下军功，受到皇上封赐？哪有你如今在府内享受的一切？他和我已是一体，生死与共。往后你掌着将军府内宅，享受着我和李李在外浴血奋战拼回来的军功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薛威将军，那你可知2年前陛下封你为薛威将军，是因为我而不是他。当初陛下封你为薛威将军，是因为我而不是他。因为你，我知道你不满，但没想到你如此心胸狭隘善妒，简直让我太失望。既然将军如此失望，不如这婚事就此作罢。什么意思？外面宾客已经等候多时，李李也在外面等着，你就不能顾全大局，收收你的性子忍一忍吗？要我忍？为了大局，我忍。但我想问你，你要纳谏，母亲可同意？当然同意。李李乃是我大梁第1女将，从4品，比我还高1品，未来的军功必定能超越那位飞凤将军，当然同意。我这2年连日连夜的陪在床前的付出，算是为了搞。阿离，李李在外面正陪着母亲，很是开心。她的病都好了很多。好很多。
多。你可知2年前出征当日，母亲就病入膏肓，是我没日没夜的陪在母亲床前，是我跋涉百里，穿越那陡峭的南山，差点命丧悬崖。从南山仙王手中求得仙丹，母亲才有所好处，与他私离有何关系？既然你入我将军府，这就是你该做的。此刻他和母亲相处得很好，你不要以你那微薄的付出来和李李攀比争宠，这样只会自取其辱。那好，你去请她进来，我要见见这位第一女将。有些话我要当面问问她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来了。处士，我最恨的就是你这般只会内宅宫斗的小女子。你若是识相的话，就与我好好相处，不然休怪我南军规治你。军规？那你可以试试。苦乃军中女将，寻常人家都要畏惧，他居然不怕。不必跟他一般见识，她只是一个养在内宅里的娇贵女子，不上。你若是担心家中的掌权职位，大可放心，李李不屑于你。你觉得我是贪慕着将军府的掌权之位？这将军府本就是一个空壳，府内每月的开支和母亲丹药的钱，都是我用嫁妆在补贴。够了！身为楚王府的女儿，却如此的斤斤计较、狭隘善妒。既然是陛下赐的婚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李儿，你向来懂事，既然已嫁入我将军府，就当以将军府为先。母亲，这是要我认下这门婚事？当然得认。李李已经怀了我叶家的子嗣。叶家祖训，怀我叶家子嗣者为大。李李本应为主母，念你这2年为将军府操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所以你与李李则为平妻，不分大小。叶华娶李李也是为了给她一个名分。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答应不可。李儿，叶华只不过是多娶了一个，这男人哪个不是3妻4妾？就是，我哥可是5品军威将军，以后多的是达官贵人女儿要嫁给我哥。再说了，我哥又没委屈你，你以为楚王府还有往日的显赫吗？你父兄母亲都没了，只剩下你一人，你还要坚持着你世家小姐的身份脾气，就怕我哥休了你吗？休我？那就把我的嫁妆一并还了。平儿，去拿账本来，让他们看看这2年用我的嫁妆将军府补贴了多少。好嘞。这些年我家姑娘都是用嫁妆给将军府补贴的，这多达1万两，还没有算上给你们身上穿的衣裳和送了你们手上戴的首饰。行了，既然是嫁妆，就是我们叶家的，我们叶家的血脉也绝不能流落在外。李儿，你也是个识大体的人，若你点头答应与李李与我儿一同拜堂成亲，娘亲可做主让你做将军府的主母，多管府内一切事。叶华和李李在家的时日不多，叶华和李李的孩子也得由你来抚养，以稳固你在将军府的地位。什么？要我家姑娘帮他们养孩子？你太欺负人了！放肆！一个低贱的丫鬟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多嘴？李儿，你同意吗？如若不同意呢？我不同意呢！你凭什么不同意？论起义，我与叶华在战场上生死与共；论地位，我乃大梁第1女将，从4品，未来定会超越那无双飞凤将军。论名分，我为叶华怀有一子，是为嫡，你凭什么不同意？事已至此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。本来叶华这次回来是要休妻，但怕对你名声不好，又怕叶华被人指责。要不然我堂堂大梁唯一女将，为什么要委屈自己，同你这深宅怨妇共同待在将军府？这么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二位给了我栖身之地。不必拿话激我，能让你与我一同拜堂成亲，已是我对你最大容忍。切莫得寸进尺，否则日后你在将军府的日子会很难过。我现在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
好好与我同夜华一同拜堂成亲。第二，我让夜华修理和司礼礼，成为这将军府的主母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选了这一个薄情寡义、见异思迁之人做自己的夫君。你笑什么？我笑自己瞎了眼，认了豺狼做夫君。我笑自己太愚蠢，2年春花为了狗。既然你们患难相依，生死与共，那我便祝2位将军白头偕老，100年好合。这将军，我楚意待也罢。还有司将军，不必用修妻来威胁我。我楚意好歹是楚王府之女，今日我便成全2位将军。我楚意要修复，要修复。修复楚意，你疯了！你敢休我哥？夏虫不可语音，果然是深圳远。秋剑在胡闹什么？我不过就是迎娶李李，你为何如此？荒唐，荒唐！我开国以来，从没有过休夫的说法，休要再胡搅蛮缠，老将军府的笑话。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当初是你在我阿母面前立誓，求我阿母同意将我许配给你。今日我便去大理寺击鼓求见陛下，请陛下降旨，准许我修复。平儿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若是踏出我将军府半步，便不再是我夜华的妻子。简直就是胡闹！还真想去大理寺击鼓求见陛下，求一道修复的圣旨。古往今来就没有女子修复的先例，况且今日是我和夜华的大喜之日，陛下不会同意。再者，若是想面见陛下，必须得经过大理寺这一关。他一进门，想要击鼓面圣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夜华，不必担心，等他去了大理寺碰了壁，自然就会回。楚王府已经没了，他一介孤女，还得靠我宣威将军府他庇护。走，随为娘去外面见见宾客。是。小姐，他们就是欺负我们楚王府无人。当年为救陛下，王爷和小王爷战死沙场，楚王府上下113口，更是一夜间被匈奴人所灭。若不是将军在陛下面前求来军功，如今哪有他宣威将军的威名？如今他还和别的女人苟合，更是带着一个孩子上门逼你低头。他们简直欺人太甚！备车，去大理寺击鼓求见陛下。姑娘，你当真要求陛下下旨修复？今日可是将军府大婚之日，这就是要看将军成为天下人的笑柄，要让夜华成为人人口中的负心汉，在京都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站住！何人擅闯大理寺？我要击鼓鸣冤，求见陛下。有人要击鼓求见朕，是谁？听下面人说，是一介民女。民女？陛下，按照大梁律法，无官职无爵位，排身之人想击鼓鸣冤求见陛下，就得受刀山火海之刑啊！刀山火海？按照大梁律法，无官无爵之人想要击鼓求见天子，御前鸣冤，就要从这铺设的刀刃上行走10米，还要在这烧红的火炭上翻滚3圈，故名刀山火海。姑娘，不要，我们不见陛下了。这刀山火海可不是寻常人能承受的，会毁掉你女儿家的肌肤。往后你要不，只要能击鼓见到陛下，求下一道修复的圣旨，我愿走那刀山，滚到火海。这一定要记。礼部尚书送御厨一对，兵部尚书送珍珠马首3箱，楚王府送龙凤呈祥珐琅盘1套，古玩字画各10件。今夜你和他与我一同拜堂，成为我妻子。我答应了他，此生另无。表姐。
你若敢踏出将军府门，便不再是灭国的棋子。小姐，我在看我。我求求你，我们不见面小了好不好？开过，没有回头箭。这位姑娘，这次的谋害还是算了吧。到山都挺过来了，这活还要算什么？这蛊我非击不可，这符我非修不可。姑娘，我求你了，不要去了！这样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让陛下看看你，不要罚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大梁律法，我坚持要击鼓鸣冤，只能自己受刑。再求求陛下，实在不行，我愿意替姑娘受罚。我求求你了，君越，我求求你了。姑娘，求你了，不要去了。姑娘，君越，我可能击鼓了。当然可以。什么声音？回陛下，是鼓声。鼓声。去速查，何人击鼓？是。陛下，回陛下，是楚王府的楚离姑娘在击鼓。你说什么？楚离？啊！说是有一日你受了委屈，尽管去大理寺鸣鼓，朕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欺负你。他为何击鼓？这……陛下，说是楚离姑娘请求陛下赐一道修书圣旨。修书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将军府的夜华将军背信弃诺，另娶司礼里为妻。楚离姑娘性情刚烈，不愿与他人共侍一夫，所以才击鼓请求陛下下一道修书圣旨。夜华，你当日以军功要朕赐婚，朕不能不答应。朕本以为你会好生待她，没想到你敢负她！传旨，准许楚离休夫。楚离移居楚王府，其夫婿可世袭楚王爵位。遵旨。陛下，那夜华将军呢？该死！懿旨，夜华从五品将军降为千户，将军府也给朕收回来。当时是你替他求来这军功，今日朕就替你收回去。遵旨。慢！朕亲自去一趟。客气。怎么，你在担心他？我是担心，他若真见到陛下求来旨意，该怎么办？求修夫自大梁开国以来都没有先例，而且据我所知，
他一介民，想要击鼓鸣冤，求见陛下，可是要承受断指之痛，还有那刀山火海之苦。就算是我自幼习武从军，也未必扛得住，更何况他一个深宅玩弄心机的岳父。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。他一会儿碰壁而归，还是要回到这将军府，乖乖的做这将军夫人。但你可得答应我，必须让他给我奉茶，并封我为大叔。你愿意？夜华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和他之间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他，楚王府的一介姑娘，而我，大梁第一女将，未来可能超越那无双飞凤将军。选谁，你应该清楚。这还用说？当然是选你了。只要今夜成了亲，日后你就是这将军府的主女。这还差不多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就是啊，哟，你不是去大理寺击鼓求见陛下，请一道圣旨修了又，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难不成是在大理寺受刑，连陛下的面都没有见到？阿离，不是我说你，干嘛那么犟呢？李李进门后又不会影响你在府内的地位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只会让人觉得善妒。别愣着了，还不赶紧给母亲好好认错，然后和李李一起与我拜堂。今日来的可都是京中权贵，别丢了脸面。堂堂将军府的夜华将军，背信弃诺，薄情寡义，还带着另一个女人回来要与我一同拜堂，逼我低头唤她一声姐姐。难道这就是你口中的脸面？这将军府未免做得太过分了。是啊，谁不知道这2年都是人家楚离姑娘打点将军府上上下下，现在居然要她做小，这分明就是欺负楚王夫人嘛！楚离，闹小适可而止，这可是大喜之日，来的可都是京中贵胄。楚离，你应该明白，李李可是大梁第一女将，从4品，未来的成就绝对不会弱于大梁第一的那位无双飞凤女将，而你只不过是楚王府的一介孤女，无权无势。我若能娶了她，未来一定前途无量，你也可以稳坐你的将军夫人之位。有什么不可以同意的？来人，给李李敬茶。要我家姑娘给他敬茶，那我家姑娘岂不成了贱？你们欺人太甚！敬茶。楚离，楚离，敬茶？凭什么让我给他敬茶？你觉得我是看中这将军夫人的权位吗？夜华，诸位，他夜华，大梁宣威将军，我楚离等了他2年，守着这将军府2年，而今他归来，却带回另外一个女子，要与我一同拜堂，还要宠妾灭妻，要我认她为姐姐，给她敬茶，这是何道理？就是这样，是这么夜华，怎么这样？放肆，简直太放肆了！啊！一个楚王府的孤女，若不是我将军府罩着，你早就落宿街头了。今日是我儿大喜的日子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要么马上和李李一起与我儿拜堂成亲，要么就让我儿休了你，把你赶出族去。对，休了她，还敢跑到陛下面前搬弄是非，这样的女人娶了她，真是我将军府的污点。听到了吗，楚离？你一介孤女，无权无势，若是真被休出府，我看你。楚离，你当真不愿和李李与我一同拜堂？愿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拿笔来。
休书，这将军府真要休息。过分了，将军居然是这样的人。自今日起，我将你休出将军府。夜华将军，你错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休我，而是我休你。休夫，大梁开国以来从未有先例，除非有当今圣上的圣旨。先例今天有了，圣旨今天也有。圣旨？就你一个下堂妇，还妄图圣旨？楚离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给李李敬茶。我和李李在军中努力战功，我叶家将会成为京中的权贵，届时将会有无数人来攀附我叶家。你所倾慕的权贵和地位，在我眼中一文不值。我楚离也无需攀附任何人，反而我楚离是你们永远高攀不起的存在。看你是真的尊重。来人，把他按着，把茶敬。上旨到！上旨到！这都是这？难道这个下堂妇这皇上真的会呀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夜华与司礼里两位将军于北疆大战匈奴，守土有功，擢升为4品将军。钦此。2位将军还不领旨谢恩？末将谢主隆恩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还望将军日后不要辜负我。末将定不辜负圣上。楚离离呀，不要着急。老奴出宫之时，听闻大理寺鼓声冲天，锦衣卫出动，看来这里的冤屈已经惊动了圣上。咱家就先回宫。公公慢走。某些人方才还恬不知耻，说要进宫面圣，更是大言不惭的说要休夫。殊不知，我跟夜华的军功，岂是你这般深宅怨妇随意嚼点舌根就能破获？楚离，早知道你是如此心胸狭隘善良，2年前我断不会向楚王府求婚。现在陛下的圣旨就在我手上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将军，我要高兴的太早。将军，我要高兴的太早。楚离，念你守在将军府2年，先前的胡闹我都可以不计较，只要今日你和李李一起与我拜堂，日后照顾好娘亲，打点好将军府，我可以答应你，李李绝不和你争着主母之位。楚师啊，若不是我深爱夜华，你以为本将愿意和一个善妒的宅妇共侍你？听将军府主母之位，我本就不在乎。你若喜欢，拿去便是。今日这茶，只要你自己，我便不再追求；否则，你载着的夜华不高兴，真把你休了，你可就是将军府的弃妇。到时候，外面的日子可没有将军府。你凭什么要我家姑娘给你敬茶？要敬也该是你给我家姑娘敬，你不过是将军从外面带回来的一个野女人。谁允许你这么跟满将说话的？来人，一听不懂礼数的丫头，去杖毙！看谁敢！拿下！你会武？将军很意外，将军很意外吗？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今天来的可都是京中权贵，再胡闹下去，丢人的是你自己，是你楚王府。我丢人，将军抛妻娶妾不丢人，将军让妻给妾敬茶不丢人。这些美酒、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，包括你将军府上上下下的吃穿用度，还有你娶这个妾下聘的聘礼，都是我的嫁妆。怎么，将军不觉得丢人呢？这将军府一直过得奢靡无度，我原以为是靠着皇上的赏赐，没想到居然是原配妻的嫁妆补贴。这太离谱了，连纳妾的聘礼都要原配妻出，这摆明了是欺负楚王府没人呐！胡说八道！你这个戏子歹毒的恶妇！
想对我们将军府泼脏水！这回谁夫人？我打死你！老夫人这是恼羞成怒了。娘，你反了！你竟敢还手！我可是你的娘亲，你这就是不孝！娘亲，老夫人莫要说笑话。你的儿子夜华将军刚才可是口口声声说要休妻。楚离，圣旨已经下了，你这么做就是抗旨不遵。这休书还未签字，只是我一时气在头上，你大可不必在这斤斤计较，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是个不懂礼数、不分场合、不尊长辈之人。只要你肯低头，愿意跟母亲道歉，愿意跟李李和平共处，我还是愿意娶你。将军莫要这样，好像是我逼你娶我一样。至于休书，谁修谁还不一定。陛下，你慢点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如若将军执意要娶她为妻，也行。那我楚离便大赌一回。这些年，我为将军府的花销共计白银万两。只要将军在这上面签字画押，承认这将军府的一切开销和下聘的礼金一并还我，将军想娶谁就娶谁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真是荒谬！荒谬！哪有夫君向妻子拿银子还要还回去的道理？老夫人可别忘了，我如今还未过门，算不得将军府的人。那将军娶妻用我的嫁妆下聘，当然是要还的了。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，何来的荒谬？至于老夫人说的没有夫君用妻子的银子要立字据的道理，那也没有夫君娶妻要用原配的嫁妆下聘的道理。难不成这偌大的将军府当着京中贵胄的面要耍赖不成？日后将军也会沦为京中的笑柄。我这也是为了将军着想，不是吗？够了，不就是聘金和聘礼？你以为我是你这种俗世女子，眼里只有金钱跟利益？我爱夜华，你这聘金跟聘礼我都可以不要。还是李李懂事，你真让我心寒。如今我已是4品将军，日后我和李李在军中建功，陛下有的是赏赐，何须向你一个善妒的妇人借钱下聘？那好，平儿，让人把这些都拆了，还有那些全都抬走，一件不留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将军府的东西！好你个心机深沉的毒妇，我没有发现你藏得这么深，现在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要是娶了你这么个恶妻，这将军府还有宁日吗？恶妻，在老夫人眼中我是这样的人。那好，我索性恶到底。平儿，清单都准备好了吧？姑娘，都准备好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马上你就知道。这2年，将军府的所有支出，包括这次将军另娶贤妻的聘金，我都罗列好了单子。如果将军执意要另娶，就请将军一并还了我。诸位请看，这是将军府2年来上上下下的所有支出，包括将军娶妻的聘礼聘金，都是我用嫁妆补贴的。这一笔笔我都记载得清清楚楚。将军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哟，这偌大的将军府，居然穷得要靠原配妻的嫁妆补贴，这将军府的人心可真够黑的。欺负人家楚王府死绝了，就留下一个孤女，这分明就是吃绝户嘛！楚离，你心怎么这么坏？分明是故意抹黑我哥。反了！娘，楚离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非要弄得我将军府鸡飞狗跳，成为江中笑话不成？你也是叶家人，损害我将军府的利益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非要逼着我休你不成？快跟上陛下！将军说笑，
我楚离只是楚王府的姑娘，这样做只是为了找回我自己的嫁妆。怎么，你们将军府敢做不敢认？胡说八道，颠倒黑白，分明就是嫉妒四将军的军功和威望，不满我哥另娶，故意败坏将军府和我哥的声名。楚氏，我与夜华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依，我们的感情不是你一个长舌妇随便拨弄几句是非就可以挑拨的。再者，是我与匈奴一战救了夜华，若不是我与他荣辱与共，替他争取军功，哪来如今将军府的地位？又哪有这两年在将军府安稳度日的舒坦？就算你再不喜欢，若我以军功向陛下请示，你又能安我何？至于拿你的嫁妆下聘礼和聘金，那是因为主公的心疼你，怕委屈了我。等日后陛下的嘉奖下来，如数奉还你就是。你何必在这里咄咄逼人，把将军抹黑闹成这样？楚离，你若再不知收敛，那我就要让夜华马上休了你。不客气，那就试试。楚离，你应该明白，一旦我休了你，非但你的嫁妆拿不回去，就连今日诸位宾客的随礼你也带不走。现在只要你肯低头向母亲认错，和李李一起与我拜堂成亲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还是我夜华的好妻子，还是我将军府的主母。不必了，这将军府的主母还是让给司将军。你就真的有一意孤行，闹下去吗？将军不是已经写了休书吗？只要我把两家族长叫来，借满堂宾客为证，按下手印，这休书就算成了。至于这嫁妆和随礼，送你便是。小姐，你当真要把这嫁妆跟随礼都给他们了？那不是便宜他们了吗？这些随礼能买下大半个京都城呢。放心吧，如若他们这么做，言官上奏，他们将军府就会成为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至于嫁妆和随礼，他们能不能带走，还要另说。再者说，你家姑娘岂能让他们休了？要休，也是我休。还有多久？前面拐个弯就是了。楚离是怎么想？这个特警要我自休了，这里有问题。好，那就有请两方族长借满座宾客见证，夜华今日休妻。儿啊，不能休！娘，这又是为何？儿啊，你若现在休了他，言官们定会在陛下面前擦你一把。你以军功求陛下赐婚，现在你又要休妻，世人一定会说你薄情寡义、贪慕权贵。到时候，京城的百姓会指着你的脊梁骨骂你，你们将军府也会成为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呀！将军敢做，何必怕人说？你个毒妇，毒妇！娘，老夫人，你非要气死我娘不成吗？老夫人，别动怒。前几天你刚吃了最后一个丹药，今天过后，南山仙翁便不会再登门为你治病。你说什么？楚离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可以让南山仙翁不给母亲治病吗？小姑慎言，是南山仙翁不愿来给老夫人治病。你们如果不信，可以自己去问。不过这南山百里，陡峭悬崖，你们怕是过不去了。娘，放心，我就不信以我现在在军中的威望，还请不来南山仙翁。若是他不来，我亲自去，就算是抬人，也要把他抬下南山。岳将军不必去了，我来了。将军今日大喜，南山仙翁前来贺喜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！有劳仙翁了。这些年我在外打仗，家中母亲一直多有您照顾，感激不尽。应该的。刚才是谁说南山仙翁不会再来给母亲治病？这不，南山仙翁悬壶济世，不请自来了。仙翁，方才我母亲被这人气得神气大伤，还请仙翁上座，赶紧为我母亲治病。好说好说，这一壶是专门采集南山上的草药，炼制2年，就为今日。若能为你母亲服上，必定是药到病除。多谢仙翁，快请。刚才是你说南山仙翁不会再为母上治病的，我看分明是你这个女人心胸狭隘。幸会南山仙翁悬壶济世，明辨是非。
仙翁，林姐。你是？仙翁，我是今日之将军府的平妻。平妻？楚姑娘，这是2年前我为老夫人求药，踏遍南山，身负重伤。今日我大婚，她去带一人与我一同拜堂。昔日姑娘的事迹响彻南山，我愿意避世10年，身处南山。没想到救的竟是这种人。仙王，你快请，我母亲她快撑不住了。这世上只有这药才能治你母亲的病。只要能救我母亲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将军府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寒心。若为这样的人治病，恐怕会折了本尊的阳寿。以后凡南山子弟，皆不可为将军府的人问诊看病。他被摔碎了。你这个毒妇，你要谋害娘亲吗？楚离，你这么做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老夫人，我从未想过要害你。2年前，若不是我跋涉百里攀越南山，为你求来仙翁手中的灵丹，若不是我2年来没日没夜的陪在床前服侍你，你岂能如现在这般面色红润？都是你搞的鬼！我真没想到你如此的心黑。当初我还以为你是多么的贤惠温婉，这2年我也没看出来你是这么黑心肠的人。你是想要害死我？没有仙翁的药，那就是要我的命啊！楚离，怪不得夜华会喜欢我，我就不像你这般只会耍阴沉。在大梁谋害婆母，那可是重罪。以你只眼睛看够了！小如此善妒，现在你还要用母亲的生命来威胁我？你当真以为我夜华不敢休妻？那劳烦将军赶紧休了我！我在这儿等着。你简直是不可理喻！就算是我不娶李丽，也不会对你半分好。我觉得恶心厌恶。早知道你是如此心肠歹毒、玩弄是非的女人，当初我绝对不会踏入楚王府半步，向你母亲求亲。我真是后悔自己当初瞎了眼。为何不休了我？什么意思？既然你如此厌恶我，既然你如此爱司将军，又与他患难与共，生死相依，那我这样一个多余的人，你为何不休了我？是将军觉得自己没有休妻的理由是？告诉我，你以后正如你所说的，我无子，我不孝，我善妒，我长舌妇，搬弄是非，这些罪状你都可以休了我。我若真休了，言官定会苍夷的，世人也会说我薄情寡义。更坏的是，如今的我靠的还是他父亲救我麾下对我的支持。若是休妻，就会失去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奸计得逞。楚离，我是不会休你的，刚才也只是气话。只要你跟我成亲，日后我定不会薄待你。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甚至还拿母亲的病要挟我。你不觉得这样太恶毒，有损楚王府的颜面吗？有什么要求、什么不满，尽管说我，别折腾母亲，这是不孝。要是传出去，对你的名声也不好。你是不会羞辱我，才是不敢。楚离，你不会真以为夜华不敢休你？他只不过是给你和楚王留点颜面罢了。那你问问他，敢不敢休我？他既怕被人戳脊梁骨，骂他薄情寡义，又怕失去我父亲旧部的支持，既想要爱情，又想要前程，殊不知鱼和熊岂可兼得？楚离，你若真的被我休出将军府，日后你拿什么活下去？我楚王府是没人，只剩我一介孤女，但将军莫要以为我楚离只能靠你们将军府而活，未免太小看我，也太高看了你自己。若将军不敢休妻，那我楚离便要休夫。休夫？孝，自大梁开国以来就没有休夫的先例，先别说有没有圣旨，就你这个深宅怨妇，还想进宫面圣，怕是连皇宫的大门都进不去。我能不能进去？够了，我不想跟你多说什么。这婚，我是以军功向陛下求来的。如今圣旨已下，我是一定要娶你。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。没有条件，我也不需要。楚离，我好言相劝，你非要闹得一发不可收拾不成？你身为楚王府的孤女，武将之后，
本应该理解我和李李，尊重我们，没想到你如此心胸狭隘。我夫君要娶别的女人为妻，还要我尊重你，未免把我想的也太大方了。你今日这夫休定了。这楚丽姑娘当真刚烈，居然要休夫，他俩开我从未有过之事。真要休夫，这楚丽姑娘岂不成了京都茶余饭后的笑柄了？比我荒谬！这个女子居然还敢休夫！楚离，你未免也太不知进退了。休夫，亏你说得出口。日后让夜华如何在京中立足？这分明是想毁了夜华，毁了将军府。休夫是吧？陛下的圣旨是吧？好啊，拿出来。你若拿不出来，今日加法伺候，让你知道这将军谁才是大人，谁才是姐姐。原来四品也不过如此，他的功夫为什么这么高？楚离，司礼礼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你居然敢偷袭他！眼睛看到我偷袭他，快跟上！楚离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既然你如此薄情，油盐不进，就随了你的愿。休妻！来人！休书已下，只要你签字画押，就和我将军府再无半点瓜葛。从今往后，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好，今日诸位宾客的随礼，全部带走。你说什么？随礼你要带走？凭什么？你是被休出去，随礼你一分都别想带走。这些随礼是在座的京中贵胄冲我儿子的面子送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娘，这些随礼我本来就没打算要。你为何不要呀？这些随礼本就是冲着你的面子送来的，自然归我将军府。难不成是冲这个落魄的楚王府孤女？儿啊，你可别犯糊涂了。你看看这些随礼，哪个不是价值连城？加起来足够买下半个京都城了。娘，如今边疆战事吃紧，只要我和李李上了战场，便定能大获奇功。到时候陛下少不了赏赐。至于这些随礼，给他便是了。说的是啊，偌大的将军府还差这点钱。这孩子，你就是心软呐！我收这些随礼都是为了给你铺前程。只要我老婆子还活着，这些随礼你一分都别想带走。老夫人这时非要扣下随礼不给。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这些随礼本就是在座的宾客看着我儿的面子送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太欺负人了，分明就是欺负我家姑娘无人。那又如何？谁都知道她是楚王府的孤女，就是欺她无人撑腰，那又怎样？谁让楚王府都死绝了呢？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欺他无人撑腰，谁敢欺我楚王府无人。皇上马上就到了。对了，那圣旨似乎早一点到了。你在外面等着。那圣旨，我倒要看看这将军府的人到底可如何欺得如他。孙虎，这男人薄情寡义，本就有之，但是有了新欢，却要休妻，实属少有。今日你们将军府必须给个说法，否则老朽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到陛下那里告你们的御状。老朽一世半只脚踏进棺材，本就活日不多，但老朽总是活一日，也绝不允许有人欺负我楚王府的人。你个老东西，你以为我怕你不成？就算是告御状，我将军府也有理。哼，将军府哪有理？夜华出征2年，我们阿里就守了他2年，打点这将军府上下侍奉婆母，你们就不该这么欺负人。阿里，你告诉主公，他们有没有欺负你？尽管说来，主公当年也是上过战场、杀过敌的人，主公替你出头。祖公，今日劳烦您亲自跑一趟，处理给您添麻烦。起来！楚王府的人要杆要直，纵使楚王府只有你一人，也绝不能向他人低头。哼，楚太公，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的。我儿娶李李本就为平妻，与他平起平坐不分大小，何来的压他一头？刚才的话好像是在指责我们欺负他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女。难道是问问他，自他进了我将军府，叶家可曾打骂过他？可曾薄待他？可曾让他受了半点委屈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为何暗地里挑拨？让男人谢幕为我治病？既然没有，
你为何嫉妒夜华曲离离？既然没有，你为何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抹黑我将军府？今日这婚宴可是我儿以军功向陛下求来的，你不但犯了煽动之条，你还大不孝！按我大梁之律法，女子煽动无德，不孝公婆，我儿逐你出门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慢着，说他不孝，在京中城内是我谁人不知？他这2年是怎么侍奉你的？为了你的病，没日没夜的守在你的床前，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熬出你的汤药，到了你口中，怎么变成不孝了？他都是装出来的，就凭他煽动一条，我儿就可休了他。休我，我同意，但嫁妆和随礼我要全部带走。我将军府不图你的嫁妆，但是随礼那是在座的宾客冲着我儿的面子送来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我们1分不给你，也没有人说我将军府的不是。但我念你伺候我2年，这随礼将军府有8成，剩2成送你了。那你可以试试这些随礼，将军府拿不拿得住？欺人太甚！你们这分明是欺他楚家无人！事情做到这个份上，你们将军府还有什么脸面？楚太公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儿现在可是休妻，既然是休妻，那这随礼自然就跟他没有关系。不过想带走随礼也可以。刚才他不是口口声声说在陛下面前求了一道休夫的圣旨吗？圣旨呢？倒是拿出来呀！今天若是你能拿出休夫的圣旨，这些随礼我将军府1分不拿。阿离，你确定要休夫？是。可有陛下的圣旨？应该快到了。阿离，此事可万万开不得玩笑。休夫乃开大梁先例之事，若是没有陛下的圣旨，万万使不得。但你放心，今日有足公在，他们将军府也不敢欺负你。足公，您请放心，阿离不会做傻事。若没有陛下的旨意，阿离也不会当众休夫。住口！楚离，事到如今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，分你2成已是仁至义尽，休要再得寸进尺。这些随礼你可以带走5成。楚太公若是不服气的话，大可以告到官府去，看看我的做法是否合理。至于你说的休夫仪式，我全当你是一时气愤。你要是有圣旨的话，就拿出来。只要你有圣旨，这些随礼可以全都带走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欺人太甚！5成，亏你能说得出口。这些随礼都能够买下半个京都城了。你们既然想要5成，简直恬不知耻！我说了，可以告到官府去。休书已经下，你们要是认的话，就签字画押。休书？楚离，你若是以后再嫁的话，就不要再这样搬弄是非、狭隘善妒，应该像李李这样懂事、真诚待人，才能得到幸福。楚离，既然休书已下，你现在就可以滚出将军府。多谢将军教我做人。只不过将军你别忘了，这休书可是要官府盖章。我会亲自拿到官府去盖章的。至于这随礼，我以后再说。按照大梁律法，凡被休出门者，随礼是1分都不能。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我咎由自取。1点银子而已，能让我看清你们将军府是些什么人？楚离，你还要口出恶言辱我将军，信不信我？怎么，将军还想动手？3成也好，5成也罢，就算是全拿走，我楚离没了这点随礼也饿不死。倒是你将军府，离开我将失去一切。我说了5成就是5成，我不会多要半分。耽误你2年，我也略感愧疚，但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你自己咎由自取。我从未如此清晰地看清你的真面目，愧疚，不接受，因为比你都贱。放肆！你还有一个为人妻的样子吗？他被休出门的人了，难不成还要向你们磕头不成？楚太公，你这话说的未免有点太难听了吧？我将军府从未亏待过他，我儿休他出门也是他咎由自取。说他能容下李李，又何至于闹到现在这样？扣着1半的随礼，已是我将军府宽宏大量。要说也是你们楚王府心胸狭隘。他楚离离了我将军府什么都不是。再看看我儿，如今可是大梁炙手可热的大将军，前途无量。你楚王府呢，就只剩你一介孤女，现在又要被我儿休出门去。我看以后
你如何在京中立足？老夫人，你说的对，我楚王府的确只剩我一介姑娘，但这不代表我楚王府就没有人了。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别到时候哭哭啼啼的跪到我将军府门口，求我儿子收留你。娘，别说了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楚离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分李大衙门，你给我滚出将军府！不是，一分都别想带走。真是，是又如何？祖公，李丹，我给，有本事来拿。这是楚离，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想拿吗？凭本事来拿！楚离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招？非要被我抢是吧？我就是想看看大梁的叶大将军武功到底如何。你为何有如此高功夫？高吗？相较于你而言，确实挺高。胡妄！何止比我高，10个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可他竟然隐藏我，群居在我将军府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刚才那么熟悉？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！我楚王府果然没有弱女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的李丹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毁了我的李丹！你滚出将军府！这些随礼，你一样都别想带走。你觉得将军府的东西我想带走，有何帮助？那你就试试，动我将军府任何东西，我就立刻报官。你是被休出门的，这些随礼，将军府照单全收。那就试试，你们将军府有没有资格照单全收？你说我将军府没资格收，难不成你有资格？若我说在场的京中贵胄，皆是因为我楚离才前来送上贺礼呢？真是可笑！今日大婚前来送礼的京中贵胄，都是看在我儿夜华的面子上。他现在可是我大梁炙手可热的大将军，军功累累，日后也将成为我大梁一品大将军。到那时，我叶家也将成为大梁中流砥柱的世家豪门。诸位，你们都听到了，将军府要休了我，这礼你们是送还是不送？既然将军府要休妻，那这贺礼就不必送了，告辞。宠妾灭妻、背信弃诺的小人，武王府不屑于儿童小小同流。真以为将军府是京中贵胄了？若不是看在楚离姑娘的面子上，我才不愿意来呢。告辞。我们也走。真是。方大人，别走啊！李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你，你这个毒妇，都是你，一定是妖言惑众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。伯母，不要生气。待日后我和夜华取得更多的军功，这些人只会求着来我们将军府。楚离，他们忌惮你楚王府，我可不怕。
不就是些随礼吗？我们不稀罕。倒是你这般作风，只会让夜华看清你的真面目：善妒、心胸狭隘、心思歹毒。滚出我将军府！你已经被我儿休了。休？这文书没签字，我可不认。莫要说这些随礼，就是这将军府，我想带走，谁能拦得住？你说什么？还想把将军府带走？这将军府可是我叶家的产业，你凭什么带走？凭什么？就凭今日是我休了他，而不是他休了我。就凭这将军府，是陛下因为我才赐给了你们。既然是休夫，我当然可以带走。不对，不是带走，而是你们从将军府搬出去。混账，简直混账！楚离，你还真是得寸进尺。夜华只扣了5成随礼，对你是仁至义尽，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你还把礼单毁了。礼单毁了也就算了，你现在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这将军府是因为你陛下才赐给叶家，现在还要我们搬出去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赶出去！是。既然你说要休夫，那陛下的圣旨呢？为何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见到你口中所说的休夫圣旨？楚离，你今日所做的一切，简直有损你们楚王府将军之女的身份。你这样就不怕圣上降罪于你？值得？你怎么知道陛下降罪的是我，而不是你？真是可笑！我儿乃是大梁的将军，刚立下旷世军功，陛下又岂会降罪？还大言不惭的说要休夫，你可知这休夫是需要陛下下旨的？圣旨呢？不是拿出来让老身看看呢？是。圣旨到！圣旨到！李公公，陛下呢？陛下有旨意。待会儿你进去宣旨，朕在一侧看着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敢怎样欺负楚离。好。儿啊，你和李李这次可是立下大功了，这陛下肯定是要封赏我们将军府的呀。难怪先前的圣旨只是赐婚，依我看来，这次李公公前来，一定是宣读封赏旨意的。这陛下是要我们将军府双喜临门呐！楚氏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陛下给我和夜华的赏赐，是天恩。我司礼里能给夜华带来大好前程，而你一介孤女深宅怨妇，狭隘善妒，竟搬弄是非，是在给夜华、给将军府抹黑。楚离，你也看到了，圣上赏赐圣旨也到了，还要闹下去吗？这件事情要是传到陛下耳中，折辱了圣恩，谁也保不了你。多谢叶将军的关心，这夫我是休定了。你想要的圣旨就在这儿。够了，陛下怎么可能会为了你下休夫这样的圣旨？你只不过是楚王府的一介孤女，而我将军府可是未来京中新贵，你觉得陛下会帮谁？叶将军不必吓唬我，楚离虽是楚王府的孤女，但也不是吓大的。月华，别跟他多费口舌。既然陛下赏赐已到，那些随礼就给他便是。如今你我同为4品将军，日后定会取得更多的军功，到那时候，陛下的赏赐只会越来越多。罢了，我本看他无依无靠，不想过多的为难他，没想到他竟如此的冥顽不灵，不知进退。夜华，你再写一封休书，立刻送往官府盖章，当日京城贵胄的面，休了他。从此我将军府与这善妒之人再无任何瓜葛。休我，恐怕你们没这个资格。公公，宣旨吧。是啊，公公，赶快宣旨吧。对，宣旨吧。跪！楚离，要是现在知错还有机会，我可以去你进门，继续做将军主。否则，一旦被我休出了府，以我夜华在京中名望，你在京中真举步维艰。叶将军还真是大度，可惜我不想入我将军府。至于将军口中的名望，若没有我，
何来？冥顽不灵，非你自取其辱才开心。我劝将军还是莫要过早下定论。谁自取其辱，现在还犹未可知，不要到时候打脸。楚离，我奉劝你，还是及时悬崖勒马，否则今日过后，在京中将无法再见。是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公公，起身吃。臣夜华接旨。哼，叶将军，这旨意不是给你的，是给楚离姑娘。肯定是陛下知道他抗旨，反对此婚，这才下旨训斥他的。对，肯定是他先前贸然入宫，冒犯了陛下，现在又大闹陛下私下的婚事，让陛下生气。楚离，你完了！烦请公公回禀陛下，楚离已经被我将军府给休了。将军要休妻吗？楚离犯了亲出之地，我已将他休出了府，休书已经写了，只需官府盖章。原来如此，那就不劳烦将军去府衙了。圣上有旨意，楚离听旨。楚离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楚王府满门忠烈，守护我大梁疆土多年，立下万世奇功，朕与满朝文武、大梁百姓感念楚王府为国做出的贡献，各赏赐黄金1万两，另追封楚世英楚将军为镇国公。什么？镇国公？陛下，别忘记我楚家了。镇国公世袭3代，但因镇国公一门男丁全灭，只有楚离一女尚在，因此楚离的夫婿可世袭国公之位，亦可从族中选出一子，过继为镇国公夫妇为养子，人选由楚离定。夫婿可以世袭国公之位，那如果没有休了他，那夜华岂不是可以直接继承国公之位了？儿呀，不能休，不能休，楚离不能休啊！离儿，这都是一场误会，误会。老夫人，现在后悔是不是有点来不及啊？不晚，不晚。你可是我将军府的好儿媳呀！都是娘的错，娘给你道歉。那休妻？什么休妻啊？这没有的事啊！夜华，赶紧给离儿道歉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阿离，我夜华，你真的要给他道歉？不就是个镇国公的爵位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如今北疆战事吃紧，我们有的是机会立功。待我追上飞凤将军的军功，别说一个国公之位，我也能替你争来。别说了。楚离先前于大理寺击鼓，禀报于朕。先前夜华求娶之时，曾说此生不会纳妾。如今夜华已战功，要求娶司礼里为妻，赴约在先。朕特赐休夫文书一份，经此。什么？休夫？楚离接旨。楚离接旨。叶将军莫急，我的旨意还未读完呢。既是休夫，楚离姑娘带入叶家的嫁妆和今日宾客的随礼，需悉数带走。夜华虽有军功，但却背信弃诺，有负圣恩，着兵部撤销4品将军之衔，降为千户，赐予你的将军府也一并收回，钦此。这怎么会这样？陛下怎么会下这样的旨意？大梁开国以来，从未有过休夫这等事儿啊！还是一个丈夫的大婚之日。今日之后，这将军府在京中还怎么立足啊？身为男儿，被女子如此羞辱，简直太窝囊了。还是他夜华背信弃诺在先，如今撤了军职，定为千户，还收了将军，真是自作自受，作茧自缚。叶将军，你也接旨吧。叶将军，还不快领旨先？微臣领旨先。楚离姑娘，太后娘娘说您可好长时间没去给她请安了，她说她很想你呀，你要得空去一趟才是啊。知道了，过几日我便进宫给太后请安。那没别的事，咱家就先告辞了。公公慢走。嗯。好你个毒
毒妇，这是在害我们叶家！我打死你！你这是在害我们叶家！我打死你！你！自打你进了我叶家的门，我叶家上下待你不薄，万万没想到你竟如此的心胸狭隘，大逆不道。纵观历朝历代，有哪个女子也夫君纳妾而休妇？纳妾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他说的是平妻吧？还要我给他奉茶水？他叶华当年当着我母亲的面立誓，此生永不纳妾。他能背信弃义，我为何不能休夫？你当着这么多京中贵胄的面，在我儿子大婚之日休夫，你这分明就是让我们难堪！是，我就是要让京中所有人看清你们的面目，让所有人知道，我楚离就算是楚王府的一介孤女，也不是好欺负的。逼得一个女子休夫，这叶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！谁让他们欺负错了人？纵使是孤女，那也是楚王府的人。楚王府满门忠烈，楚王府的女子岂是那么好？都给我住口！平日里看你楚楚可怜，没想到你内心如此恶毒。陛下将我哥从四品将军贬为监护，一定是你在御前搬弄口舌，现在还要夺走将军府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着叶华当时从监护升为五品将军是我替他求来的，就凭着将军是陛下因为我赐给你们的，就凭他手里御赐的休书，叶将军，楚离，你这个善妒的怨妇，心思如此歹毒，为了毁我大婚，你不惜抹黑叶华的名声。你这样做，叶华只会越来越讨厌你。叶华这种背信弃诺的男人，只有你当成。既然你想要，平儿，我们走。谁允许你走的？给我站住！堂堂大梁第一女妓，就这点实力，连我一个深宅怨妇都打不过。我要杀了你！够了！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若真不想和我结婚，和离便是。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是你背信弃诺在先，娶他人为妻在后，甚至连娶亲的聘金和聘礼都用我的嫁妆。试问，在京中哪家女子能忍受这样的委屈？到底是谁把事情做绝了？像你这种毒妇，离开了将军府，如何在京城立足？老夫人还是担心自己。陛下的圣旨里可说了，要把叶家搬出将军府。你这个毒妇！平儿，按照清单，把府里的东西一件不留，全都搬走。是，姑娘。来人，把这些全都搬走。来人，把这些全都搬走。不能搬，不能搬！这是我们将军府的东西，快点搬，全搬走！这都是我们将军府的，不能搬！什么将军府？这是我们家小姐的。不能搬，不能搬！娘，造孽呀！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！你这个毒妇，害我们叶家！趴起！平儿，我们走。楚离，只要你出这个门，往后就与我叶家再无瓜葛。你可想清楚？就算我被陛下贬为卿，但只要我能上战场，就能和李李一起立军功。而你楚王府就只剩下你一介孤女，世袭镇国公之位又如何？你又能撑得起这楚王府的门楣吗？京中权贵又有谁会把你楚离一介孤女放在眼里？楚离，你不要太嚣张，定然是你先进宫，胡言乱语抹黑我和叶华，我这就进宫禀明圣上。司将军不必进宫。朕
就这样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楚离，快快起来！有朕在，谁都欺负不了你。谢陛下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对楚离恶变太好。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。匈奴一战，我和叶千户可是首功，凭什么她一个楚王府孤女，说收服就收服？凭什么楚国公可以世袭国公之位？凭什么又将我们赶出将军府？你这是偏心啊！放肆！你是在质问朕吗？臣不敢，臣只想知道为什么。就凭楚离是我大梁的无双飞凤将军。你是飞凤将军，你为何从未告诉过我？告诉你又如何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飞凤将军？不可能！司将军是觉得朕在开玩笑吗？臣不敢。叶千户，你可知匈奴一战是楚离救的你，更是他替你求来的军功，可你却背信弃义，迎娶他人为妻，枉为我大梁男儿。2年前匈奴之战救我的是他，怎么会是这样？自今日起，叶千户就去镇守北疆了。没有圣旨，不得还朝。臣领旨。司礼礼，你身为我大梁女将，却好大喜功。既然你和叶千户生死相依，那就同样陪叶千户一同去镇守北疆吧。领旨。当初，朕就不应该让你驾驭夜华，你也不会像如今这般凄苦。朕想弥补，朕决定立你为陛下，臣只想为国出征，不愿再谈儿女情长之事。如今匈奴扰我大梁边境，还望陛下准许臣出征匈奴。你真的要出征匈奴？望陛下恩准。既然你执意要去，朕也不好拒绝。记住，万事小心。朕等你凯旋回来。谢陛下。